非常的高大。苏美尔文明的很多雕像。小浪，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坐在前往波斯波利斯的车上。这个波斯波利斯啊，是波斯帝国曾经的首都，见证了波斯帝国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今天呢，带大家去这个地方看一下。这里就是波斯波利斯的遗址。从这个地方进去，然后先去买门票，这里买票，直接进来，然后到那边去买门票，不用在那里买。我现在来找一下在哪里买门票，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好大呀！你看，这是卫生间。也是有人在这里休息嘛，这个有个树林子，环境还不错。然后这里是一些商业化的地方吧，卖东西的啊，看有 fast food 还有 coffee。那边就是遗迹啦。这里面有好多配套设施在建设中，估计以后来的话应该会涨价了。啊，这里是买票的地方，应该是 ticket， 对 ticket， 这写的 ticket， 到这里买张票。我现在已经买好门票了，门票的价格呢是100万里亚尔，2欧元，人民币呢是14块钱。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遗址，只要14块钱，真的相当划算。如果是伊朗本地人的话，只要10万里亚尔，也就是1块4，简直是无法想象啊！这么便宜，我在那卡上随便一个景点都是150万。当然，那个150万其实也不贵，但是问题是那个景点就那么点大。而色拉子呢，它的景点不仅多，而且规模大，价格才100万，基本上都是100万，真的很便宜，很划算。所以这里一定要来看一下。那这就是波斯波利斯的遗址了，看到了吧？这个遗址的规模是相当大的。然后这里是要检票，从这里进去就可以啦。哇，这里好多人啊，全都是人呢。从哪边上去？我先看一下地图。是为了保护下面的那个石阶梯，这边铺了这个木板，这个还不错。这里就是万国之门了。这是第一个景点，万国之门。我身后这里呢就是万国之门，当时的各个部落的首领要来朝拜的时候，就要从这个门进入，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波斯帝国有多么强大了。那你看这个就是万国之门了。这个呀是当时那个不同的民族首领要进来朝拜的时候，就要从这个门进入，进入之后才可以去朝拜。
有没有想起我们那个大唐盛世的感觉？万国来朝，就类似于那种感觉。你看这个门前有2个石兽，应该是2匹马，但是现在呢，前面的马头部分已经被毁掉了。你看是这个样子。啊，现在站在这个地方看下面呢，真的有万国来朝的那种感觉啊！因为这整个建筑群呢，就都在一个山上，都是沿着山势而建的，所以你看站在这个上面可以俯瞰下面，真的有万国来朝的那种气势。可想当年的波斯帝国有多么强大了。现在我们走过这个万国之门，然后往里面走走看。你看，然后这个柱子，你看这个石柱子，哦，你看看这个柱子有多粗，这每一个柱子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大，还有那上面的，你看上面的顶部就这个样子。你看，它是万国之门的这些神兽，毁的比较严重了。这些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地方的被毁之前的气势。这个不是马哦，它是人脸兽身的一个建筑。你看，它是人脸兽身的一个建筑。你觉得有没有像那个苏美尔文明的很多雕像，真的特别特别像。军队之路叫阿米斯吉特，这个路有92米，然后是10米宽，是万国之门的入口，然后通向百柱厅。对，那个地方就是百柱厅。各国使节呢，从万国之门进入之后啊，然后沿着这个道路一直走到这里呢，就进入百柱厅了。这个百柱厅呢，是波斯国王接见这些使者的地方。那这里写的百柱厅了。然后这个百柱厅呢，它为什么叫百柱厅呢？是因为它里面呢有10层10根柱子，就是横向有10根，纵向也有10根组成的这个建筑，就称为百柱厅，是当时波斯国王接见这些外国使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百柱厅的方向，各国使节从这个万国门进入之后，从这里走路进入百柱厅。百柱厅是当年波斯国王接见这些使者的地方。这个百柱厅呢，就是因为有横向10根柱子，纵向10根柱子，所以才被称为百柱厅。但是现在这里呢，柱子基本上已经毁掉了，但柱子的基石还在。你看一下，从那里开始，1、2、3、4、5、6、7，然后8、9、10根柱子，然后纵向的也是哦，你看那里1、2、3、4、5、6、7、8、9，哎，9根。啊，这个地方应该少了1根，你看这个地方跟这个对应的，这里应该少了1根，所以应该还是10根。从那个方向看，1、2、3、4、5、6、7、8、9、10，对，这就是10根，横向10根，纵向10根，所以叫百柱厅。你看这个规模，这是接见当年使者的地方，规模是相当大的。这个大哥水虎的虎子呢，说明他很虎吗？是这个意思吗？墙壁上有很多的浮雕，都是当时波斯军人的一些浮雕。
墙上这很多的浮雕都是被征服的民族来进行朝贡，就是反映的是当时波斯帝国辉煌的一面。你看，这都是被征服的民族带着他们的贡品，牵着骆驼，然后排队进行来朝贡。哦，这里好多人在拍照啊！你看，都是这样的，有一些人的脸都已经磨平了，每一个人都这样整齐的过来的。这里就是阿帕达纳宫，是整个遗址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宫殿。它是在大流士时期开始建设的，然后到薛西斯时期完成建设。宫殿呢，总共有72根柱子组成，每根柱子超过了30米，但是现在剩下的柱子有13根，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完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用于国王接待重要的外国使节的时候，因为在当时的波斯帝国，它是有24个附属国，这24个附属国来这里朝见国王，一般都是在摆柱厅，而重要的使节就会在这里接见。你看，这是宫殿剩下的柱子。你看到这个柱子保存的相当完整了。从这个柱子的上面看，这个应该是由2根柱子组成吧？你看那个中间有裂缝，是不是有2根柱子组成？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了。然后再看前面，当时要建这样一根柱子，真的非常非常难了。这里就是撒切尔宫了，就在帕达纳宫的南边，它是大流士1世的住所。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这里就是撒切尔宫的介绍了。这是在公元前330年完成建设的，可以看到这些宫殿上面有很多的浮雕啊，这些浮雕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文字嘛，这个就是波斯的楔形文字。这个楔形文字啊，最早是苏美尔人使用的文字，而波斯文明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你看它的继承的文字就是最早的波斯文字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波斯文字是在波斯帝国被伊斯兰化之后的那个文字，是阿拉伯字母的文字。它跟阿拉伯语是完全不同的2个语言，但是文字的字母是一样的，就有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外蒙古，它的文字是西里尔文字，用俄罗斯的那种字母。但是呢，它的语言跟俄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墙壁上有大量的楔形文字。当然，现在波斯人他已经完全看不懂这种文字了。另外，这座宫殿还有一个特色啊，就是说它的石头呢是用灰色的石头建筑的，人的像可以倒映在这上面，所以它又被称为进宫。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看不出来，因为这里面不让进，它围起来了，应该还在修复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是看不出来哪个地方像是进宫的特点。看网上资料讲，这个地方的建筑石块啊是灰色的，可以把人的像印在上面，所以呢叫进宫。现在我们因为进不去嘛，所以没办法确定这一点。这个宫殿呢叫哈什迪宫，是薛西斯1世的寝宫，比大流士宫殿大2倍。
这座宫殿呢，因为它的那个所有的窗户朝向啊都是朝南的，所以啊，在冬天的时候居住非常适合，所以这座宫殿又被称为冬宫。然后这个宫殿这下面也还有一些小宫殿，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开发出来，没有发掘出来，所以我们暂时是不能参观的。有人说波斯波利斯呢是伊朗的圆明园，理由啊，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被亚历山大大帝给毁的嘛，所以呢，跟我们中国的圆明园有相同的命运。但是呢，我觉得，这样比喻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当时是敌对的关系，而且呢，波斯帝国在曾经啊把雅典城给毁掉了，所以后来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把这个波斯波利斯给毁掉了波斯帝国。我觉得它是一个类似于复仇的一种形式，跟我们的圆明园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在之前我们对英国和法国根本都没有接触，也不可能毁掉他们的建筑，所以圆明园被毁，我们完全是受害者，所以把它比作伊朗的圆明园，我觉得这点不恰当。这个遗址呢，有一大片地方是还没有开发出来的，像这里全都是。现在呢，我要准备去那里了。我现在准备去那个地方了，那是阿契美尼德·阿德希尔三世的陵墓，去那里看一下。这片建筑群毁的还算是比较彻底的，很多建筑像那个地方，它也是一个陵墓的入口，这边也是很多建筑都只剩下残垣断壁了。波斯波利斯被毁的时候啊，是被放火一把火给烧了，当时的地面所有的木质建筑全都烧毁了，只有这些石头建筑才保留下来。所以国外的很多文明，他们的建筑能够保存下来啊，跟他们的建筑材料非常非常有关。而我们中国的一些建筑呢，因为都是用木质的嘛，别说是有战争了，就算没有战争，能够保存下来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再加上有战争的话，这些建筑基本上是保存不了了。前面就是阿德希尔的陵墓了。这是阿德希尔三世的陵墓，是阿契美尼德第10代国王。有点像是金字塔的建筑，一层一层往上垒砌的。他把自己的陵墓啊，就建在这个皇宫的旁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是象征着死了也要掌握自己的权利吗？但是你亲眼在死了之后，亲眼看到自己的皇城被毁，不知道这位国王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啊？哦。这个是陵墓的入口。哇，这里聚集了好多人呀！那这个地方是陵墓的入口，我们肯定进不去的了，只能在外面看一下。陵墓的入口这个样子。看到了那个飞鹰的那个雕像吗？在雅兹德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雕像，这个雕像就源自于这里。
从这里再看一下这个遗址，真的好可惜啊！这么大规模的遗址就这样给毁了。波斯波利斯啊，被毁的程度真的非常严重，大部分建筑都已经不存在了。和我们中国的圆明园真的有得一比，一座完整的建筑都没有，全都是遗址。但是这个地方绝对值得来看一下。首先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嘛，它是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且波斯帝国的历史啊，它有文字的历史，比我们中国的甲骨文的历史还要悠久。所以啊，这个遗址绝对值得来看一下，而且它的门票只要100万。人民币才14块钱，所以一定要来看一下。从色拉子市区打车过来的话，如果你自己用 Snap 叫车的话，100万足够了。但是回去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这个地方呢，我看到有很多出租车，但是我不确定这些出租车是到色拉子的呢，还是到它这个附近这个小城市的。所以呀，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包一辆车。包车的价格也不贵，只要500万，500万也就是10美金，10美金的话就70人民币。真的非常非常便宜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来伊朗旅游这个地方可以来看一下。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咱们下期见吧，拜拜。最后再看一眼伟大的波斯文明。